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笑不活了，诚意多芬新物料，果然还是那个严守难得的我哥。说实话，在官宣洗发水代言之前，很多人心里多少都有点小期待，毕竟是护发类产品嘛，天然就带点氛围感滤镜，脑海里自动就会浮现出一些画面。比如水汽氤氲的浴室，湿发微垂的状态，随手撩起发丝的瞬间，再配合吹风机慢慢把头发吹得蓬松柔顺，那种介于清爽与温柔之间的感觉，简直是为这类代言量身定制的。甚至还有人更进一步幻想，如果能稍微放开一点，复刻一下当初《南风知我意》第1集里傅云深洗澡的那种镜头氛围，那就更绝了。那种不需要刻意暴露，却自带张力的画面，其实才是最容易出圈的。退一步讲，就算不走这种路线，参考他之前拍杂志的状态，比如稍微有点设计感的造型，哪怕只是一个浅浅的 V 领，露出一点锁骨线条，也完全在可接受范围内，甚至还能带来一点小惊喜。结果呢？多芬物料一出来，所有幻想瞬间归零。程毅整个人可以说是裹得严严实实，衣服扣子一颗不落，直接扣到最上面，那种严谨程度，甚至让人忍不住想替他松一口气。明明领口稍微解开一颗扣子，整体视觉都会更轻松一点，也更符合柔顺发丝的氛围，但他偏偏就是一丝不动，这种感觉就很微妙。不是不好看，相反，他的状态依旧在线，五官干净，气质温和，甚至因为这种克制感，反而多了一种特别的端正气场。但对于原本带着一点点想看点不一样的期待来说，这种完全不偏离安全区的呈现方式，多少还是会带来一点落差。不过转念一想，其实也完全在意料之中，毕竟这么多年看下来，程毅一直都是那种边界感极强的类型。在公开场合，在镜头前，他对自己的呈现始终有一套非常稳定的标准，不会刻意迎合所谓的热度点，也不会轻易去尝试那些可能引发过多讨论的表达方式。这种风格，有人会觉得太保守，但也正是这种始终如一，让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辨识度。你可能猜不到他下一部作品是什么类型，但大致可以猜到他在镜头前会呈现出怎样的分寸感。所以，当大家一边吐槽怎么又扣到最上面一颗，一边又忍不住笑的时候，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带着熟悉感的调侃，因为这就是他，一点没变。也难怪大家会说他是难得标兵。这个称号之所以能被反复提起，不只是因为某一次的表现，而是因为他长期以来始终维持着同样的风格。无论是合照时的距离感，还是造型上的克制感，甚至是一些细微的肢体语言，都透露出一种我有分寸的自觉。而这种稳定性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也会让粉丝产生一种安心感。你知道他不会突然突破底线，也不会为了博眼球去做不符合自身气质的事情。当然，调侃归调侃，该看的还是会去看。既然多芬这边走的是严实路线，那大家自然会把目光转向他以往那些相对大胆一点的物料，比如杂志拍摄。也只有在那样更偏时尚表达的环境里，他才会稍微放松一点点，在造型上做出一些小突破。但即便如此，那种突破也依然是克制的，是在他自己舒适范围之内的调整，而不是完全颠覆。所以说，这次的落差感，与其说是失望，不如说是一种预料之中的偏差。期待可以有，但真正呈现出来的，依然是那个我们早就熟悉的程毅。而或许也正因为如此，这种看似保守的选择，反而成了一种稳定输出的风格标签。哪怕大家嘴上喊着再大胆一点，
但心里其实也明白，他大概率还是会把扣子扣好，把分寸守住。于是，一边笑着吐槽，一边继续支持。这大概就是这种微妙关系最真实的样子了。